经常有朋友问复联5到底有没有荷兰弟版本的蜘蛛侠，不要急，你们要的答案可能就来了。这是漫威发布复联5第2支预告的机会，我来给大家掰扯。不过呢，第2支预告根本没有什么新料，看完以后我觉得看了个寂寞，还不如看其他的八卦。因为复联5有一个更详细的剧本被泄露了，和之前的版本比有了更多细节，我会尽量找合适的画面来演绎一下剧情，但无法做到尽善尽美，大家多多见谅。至于介意剧透的朋友们，请不要介意，因为这种剧透并不保真。故事开始于地球 X10005，也就是 X 战警的宇宙。顺便一说啊，福克斯当年的 X 战警宇宙其实有好几条时间线，非常混乱。在他们的设定里面，时间线是可以重启的，和漫威这边的设定不一样。这个大家就不要管了，我们就以这个为准。画面里可以看到 X 教授和老万在下棋，他们看起来很疲惫。忽然，另一颗地球出现在他们空中，就是地球96238，也就是托比猪所在的宇宙。X 战警立刻行动了起来，因为他们也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了。老万死侍狼叔前往了对面的地球，其中狼叔拿着某种装置，准备在一座桥上启动，但他忽然闻到了某种气味，这个气味正是我们的蜘蛛精。托比猪想要阻止狼叔，死侍就过去帮忙，但是打不过托比猪。死侍开玩笑，托比猪果然是最强的。他们这次战斗呢，发生在火车上。与此同时，老万和庄玉博士绿魔战斗，有意思吧？这说明重3的结尾，荷兰猪确实改变了他们的结局，他真的救回了奥托和奥斯本。不过老万战力爆表，轻松打败了对手，顺便启动了装置。他用金属碎片在装置周围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金属盾，然后把它扔向了地球96238。看到这一幕，死侍及时撤离，但托比猪困住了狼叔。这里十分讽刺啊！当初 X 战警的宇宙，变种人饱受人类的欺辱，可最终却要依靠变种人来守护他们。X 教授45度抬头看着空中的地球96238被摧毁，悲伤逆流成河。然后出片头复联毁灭日。之后的故事回到了复联4的结尾，也就是史艾明留在过去和佩奇卡特双宿双飞以后创造的分支时间线。他们还生了一个孩子，为了纪念他们的朋友 Bucky， 就给孩子取名 James。某一天 Loki 和莫比乌斯来访， Loki 警告史艾明，你的行为创造了这个时间分支线， TVA 必须进行剪裁。但因为史艾明是主角，所以 Loki 想要手下留情。 Loki 说他有今天的成就源于复联在复联4的穿越，所以他愿意给史艾明一个机会。莫比乌斯不同意，但 Loki 表示武艺已绝。他还表示这和莫比乌斯当初给他的机会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于是他把史艾明一家转移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球，还留给史艾明一张 TVA 的卡片，让他可以随时联系自己。而这个世界正是神奇四侠的地球828。于是时间飞逝，10多年过去了，剧情衔接上了神奇四侠的结尾。神奇先生李德、霹雳火、石头人收到了老家被入侵的警报，他们慌忙赶回去后，却发现家里屁事没有，只有隔壁老王在给他戴帽子不对，只有毁灭博士，也就是维克多、文、杜姆，还有隐形女、机器人赫比以及富兰克林。杜姆告诉李德多元宇宙入侵了，李德无奈之下选择合作，并进行了调查，结果就发现他们地球上有3个异常点，但都在同一个位置上，也就是史艾明一家。话说我应该不用再解释了吧，史艾明就是 Steve Rogers。 面对神奇四侠和毁灭博士的质疑，史艾明向他们坦白了自己是如何来到这里的，可能这也是多姆得知 Loki 存在的原因。直到多元宇宙入侵危机以后，再加上神奇四侠当初对抗吞书时候的英雄表现，史艾明决定加入他们，阻止这个大危机。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多元宇宙只剩下3个地球了，他们还发现有一个地球设法阻止了自己被其他宇宙入侵这句话信息量很大。这意味着不仅仅是托比猪的宇宙被毁了，甚至加菲猪的宇宙也不存在了。那至于加菲猪本人的下落，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有剧透提到他会在复联6回归。李德想知道那个地球是如何自保的，于是他们坐上了飞船，先前往地球616。此时的锤神索尔和养女 Love 正在宇宙里冒险。某天 Love 做到了入侵的噩梦，于是索尔去找了永恒，永恒告诉他多元宇宙正在崩溃，于是索尔给 Love 找了个托班，就前往地球了。刚好就碰到了神奇四侠他们的飞船撕裂了多元宇宙，来到了616，这里也就衔接上了雷霆特工队结尾的彩蛋。那这么大的事儿，当然不只是新复联看到了，鹰队他们所在的老复联也发现了太空里的飞船，但他们不知道索尔更早一步登上了飞船，并见到了史艾明，也就是预告里的这一幕。索尔一开始不敢信，史艾明只能拿起美妙锤，索尔这才激动的和老兄弟抱在一起。就这样，飞船降落在了新复联大厦，鹰队带着蚁人也赶到了这里。一见面，杨过与雕就开始争论这一次的领导权，至于其他人的氛围倒还挺融洽的，比如蚁人和幽灵，他们就是老朋友了。这时候616的亲儿子史艾明走下了飞船，所有人都闭嘴了，因为真正的 Captain 回归了。史艾明看到老朋友也很感慨，他看到了寡妹，顺便回忆了一下寡姐。我想说，史艾明，你没有发现旺达不在了吗？
如果说小蜘蛛是钢铁侠的干儿子，那么旺达至少是你的干妹妹，你也不问他一下去哪了，这些年过得好吗？哎，算了不说了，因为索尔出现了，他就开始发表演讲，也就是预告片里的这一段。他这段话的言下之意就是他曾经和更牛逼的英雄一起作战过，但是他们都牺牲了，现在他只能和这群普通人一起打本了。接下来队伍分头行动，史艾明和鹰队还有其他人一起去瓦干达，因为苏瑞说他正在找解决方案。到了瓦干达以后，史艾明发现这里已经变了，尼玛黑豹去世了，但他没时间震惊了，他们前往纳摩的地盘，同时他们发现危机影响到了瓦干达，因为整个天空变红了，而纳摩为了保护他的地盘，特地分了海，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水屏障。苏瑞带着众人找到了纳摩，结果发现纳摩的态度有些敌对，但苏瑞还是靠着各种魅力促成了双方的合作。简单说就是纳摩变成了他的舔狗，但苏瑞却给他发了好人卡。接下来众人开始商议解决方案，蚁人首先排除了量子领域，史艾明则排除了无限宝石，因为这俩方案不排除的话，故事就编不下去了。这时候李德开玩笑说他们之前玩的流浪吞书计划很不错，说着说着大家觉得真的可行，他们可以在3个地球上都装上行星发动机，大家各回各宇宙，互相不干扰。于是他们分成了3个队伍开始执行计划，其中一个队伍留在了瓦干达，因为瓦干达可以轻松仿制他们之前打造过的行星发动机。另一个小队前往地球828去找他们的原版发动机，最后一个小队前往 X 战警的宇宙说服对方合作。但出发前多姆说他要先回个家，趁这个空档沙宾和索尔提到了 TVA 的 Loki， 索尔一听马上就想去找地球，于是他和大队伍分开了。李德、山姆、寡妹、上汽和哨兵等人去了地球 X1005， 飞机刚刚降落，夜行者就袭击了他们，之后还和魔形女发生了冲突，就和预告片里面一样，魔形女先变成了寡妹，又变成了寡姐，这下寡妹生气暴肿，在大斗中占了上风。另一边呢，上汽打排皇，李德打死士，镭射眼打鹰队，最后他们的战斗被野兽打断，野兽带着他们去见了莫妮卡，他在金队2的结尾穿越到了这个宇宙，之后就身体每况愈下。野兽还顺便告诉大家为什么暴风女等老英雄没有登场，不是漫威付不起片酬，而是这些英雄都在之前的多元宇宙入侵中牺牲了。随后李德说服了教授和老万准备实行流浪地球计划，而史艾明和索尔就前往了 TVA， 结果发现那里一片狼藉，死伤惨重， Loki 也死在了他的马桶王座之下，甚至还被挖出了心脏。在摩比乌斯的帮助下，史艾明发现这一切都是一个绿袍人干的，也就是维克托·芬·杜姆。史艾明和索尔赶紧前往地球 X1005， 他想告诉所有人他们都被杜姆完了，但李德不肯相信这一切。 Victor, did you do this? 接着多姆带着哨兵机器人开始了无差别攻击，2个阵营的英雄只能暂时合作，而死士趁机溜走了，他说他要去找增援。之后多姆有一个吕布战3英的桥段，先是预告片里这一幕，他用灵犀指接住了索尔的攻击，一拳打飞，接着暴打了上汽，顺走了10环。最后多姆和老万交手，被老万打伤，但他还是打伤了老万。战斗中魔形女和夜行者搞呆，而哨兵机器人打伤了寡妹，于是 Bob 觉醒成了哨兵，哨兵开始玩虐哨兵机器人，结果他失控成了虚无，开始无差别攻击。趁这个空当，多姆找机会进入了教授的脑机，并植入了某个东西。那边教授好不容易帮 Bob 摆脱了虚无，但多姆早就完成了他的布局，爆炸发生，地球 X1005 开始崩溃。多姆则告诉李德，总有一天你会原谅我的。这句话是重点，而剩下的英雄们也不得不离开，前往616。他们刚到就发现富兰克林被多姆带走了，隐形女还告诉李德她怀了2胎，这一次是个女孩。这里可能就发生了第2支预告里隐形女苏给大家解释了多姆过去这段事情。 Victor was always the smartest guy in every room. He used to be different. He used to be kind, he used to be caring. And then, everything he loved was taken from him. I knew he was lost, but I did not realize that he was broken. 听得出隐形女对多姆有些不一样，可能 MCU 把神奇先生、隐形女、纳摩这个3角恋的对象换成了多姆。画面里可以看到包括老万在内的等人在听苏讲八卦，所有的英雄集结，复联、神奇四侠还有 X 战警，除了索尔之外的所有人准备前往地球828。那索尔去干什么呢？他向奥丁祈祷，也就是预告片里的这一段。大家都知道北欧神话里有个英灵殿瓦尔哈拉，那里是最勇猛最优秀的战士牺牲后去的地方。
于是奥丁赐予了索尔一支来自英灵殿的大军，其中就包括了女雷神还有海姆达尔，以及616宇宙牺牲在复联3里的 Loki。 天哪，这一幕肯定很感人。最终的决战开始，这一次是地球616对地球828。多姆把史莱明带回了他的城堡，多姆告诉了史莱明一切的缘由，他曾经和史莱明一样都很顾家，同时他还在研究多元宇宙，想要防止多元宇宙崩溃。直到10年前 Loki 把史莱明带到了828，这个异变导致了多姆的实验失败，妻儿丧生，自己也因此毁容。这时候多姆叫来了他的助手，也就是有过泄露图的3个颜色的女巫，其中绿女巫是死亡女巫，橙女巫是古一，紫女巫是克莉。这么一看，这3个女巫里面没有旺达也可以理解，火红怎么能穿上别的颜色的袍子呢？队伍里还有成了多姆2把手的3眼巫师史传奇，也正是在史传奇他们的帮助下，多姆才能血洗 TVA， 所以对多姆来说 Loki 和美队都是他的血海深仇。这也是预告中多姆为什么说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偷来的，现在他要夺回来。 All of you have lived stolen lives. Now you must give them back. 其实仔细想想，只有变体 Loki 和美队没有被剪裁，其余的世界都是各自的轨迹。甚至多姆应该感谢 Loki 的行为，否则的话828宇宙也不会存在。可多姆不这么想，对于他来说，干掉 Loki 不仅报了仇，还获得重建斗界的关键，也就是 Loki 的心脏。而多姆坐在他的王座上，手下还包括了再度被洗脑的 Bucky， 还有一个变体浩克，一边准备着大军对抗众英雄，一边叫史传奇开始施法。他要重塑多元宇宙，以及复活他死去的家人。在大战中，死侍带着援军赶到，其中就包括荷兰猪和惊奇队长，也有可能还有其他英雄。接下来就是最终的血战，石头人大战变体浩克。多姆再次大战索尔，甚至断了索尔一臂。多姆还杀害了 Bucky， 重伤了史莱明，这让复联和新复联彻底团结。而哨兵 Bob 也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他试图缓解2个地球的相撞。最终，镭射眼、鹰队、李德杀进了多姆的城堡，和多姆死战。那为什么是这3个人呢？因为他们3个分别是各自阵营的领军人物。可一切都来不及了，因为史传奇的法术已经完成了，斗界诞生了，那必须得诞生啊，不然复联6就不用拍了。在预告中呢，多姆还说了一句：“我是末日。” I am Doom. 这句话和当初的我是钢铁侠形成了一个呼应。 I am Iron Man. IDJ 拯救了漫威的末路，这一次也将终结漫威的混乱。在斗界里，多姆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但是他的妻子却成了隐形女，富兰克林也成了他的儿子。原来多姆真正想的是让李德成为牛头人啊！我还以为你有多爱自己的妻儿，搞了半天你是曹丞相呀！怪不得你要李德原谅你呀，因为你身上到处都是原谅绿啊！多姆还复活了史莱明，把他变成了蛇队，还有海德拉。他又把死侍索尔英灵殿大军变成了他的手下，所有人都忘了自己是谁。哦，对了，片尾还有个彩蛋，狼叔和托比猪并没有死。现在整个剧透看完了，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先不说真假，我只想说这个故事太好看了，这确实是我想看到的复联5。这个故事里汇集了这些年漫威、福克斯、索尼几乎所有的情怀，所有的泪点，所有的燃点，所有的虐点。但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家旺达到底在哪里啊？哦，对了，其实网上还流出了一份关于复联6秘密战争的剧透，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但我就不赘述了。毕竟今年的重点还是复联5，而且12月份我们就可以知道复联5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关于网上的剧透呢，其实10有8九都不是真的，有些是根据预告或者路透以及一些泄露的片段进行了合理的拼凑，但是呢，真真假假都无所谓，我只想等到12月18日那一天，就是真正的毁灭日。据说牛来也会在毁灭日中登场，是未来翻盘的关键，因为牛来 New Life， 它才能给大家带来真正的新生活。